如果你是经营者，要负责租金、食材、人事、税金，你会怎么理解小费制度？为什么美国餐厅这么多年来选择维持这样子的结构？这个背后是剥削，是市场机制，还是某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妥协？你有印象最 generous 的 tip 是给多少钱吗？点2杯酒，然后放了$150。我第一个工作那时候，只要有人小费给不够，我就是要去追的。小费的确是一个最大的收入来源。一个晚上，我觉得小费加上你的本薪，应该大概有。Hello， 我是阿滴。我现在刚在一个纽约的餐厅吃完饭，账单来了，我点了沙拉、意大利面还有牛排，这样子一共是79美。但是我今天要付的钱不止79美，因为在美国给小费是习俗。那不成文的规定，吃午餐内用小费要介于18%到24%之间，所以我付了15.48美的小费。意思就是说，这一餐吃下来，我光是小费就付了将近500块台币。为什么吃上一餐要多付这么多的钱？甚至有些餐厅在晚餐时段会要求你要付25%以上的小费。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台湾人来说是很难直观去理解的，因为我们会觉得说，服务生你的工作本来就是端盘子倒水，为什么你只是做完你分内的工作，我还要额外义务性的给你小费？因为在台湾，服务费是包含在价格里面的。如果我们有看到服务费的话，顶多也是账单上面印出来固定的10%而已。所以到底为什么美国有现在这个有一点畸形、强迫性的小费文化呢？我之前在加州也拍过一支影片，访问了当地的服务生，听他们是怎么样看待小费文化的。对他们来说，小费不是额外收入，而是几乎构成了他们主要的薪资。那在那支影片里面，我们是以服务生的视角去理解这件事。但是今天我想要来换一个视角，如果你是经营者，要负责租金、食材、人事、税金，你会怎么理解小费制度？为什么美国餐厅这么多年来选择维持这样子的结构？这个背后是剥削，是市场机制，还是某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妥协？今天这一集，我们从餐厅经营者的角度，重新再看一次美国的小费文化。我们今天要访问的这家餐厅叫做 Double Chicken Please， 在纽约下东城。它是把创意调酒跟鸡肉料理结合在一起的实验型酒吧餐厅。它曾经进入世界50大酒吧榜单，也得过非常多的奖，在纽约算是很有名的一家店，每到周末都一位难求。2位创办人都来自台湾，今天我们会请其中一位创办人居恩跟我们一起探讨小费文化。但在那个之前，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让大家看看极致绝人的行李箱长什么样子。外套、发热衣、内衣裤、袜子，更多外套、衣服、裤子。因为我有卡仪的洗衣袋跟压缩袋，让整齐的行李变得超轻松。这是来到纽约的下一站，要直接去到秘鲁，所以这一趟要涵盖夏季到冬季的衣服。这个时候压缩袋就能够帮我最大化我行李的空间。你不要看它这样子小小一包，它里面其实塞进了我超厚的极地羽绒外套。这个袋子依靠的是物理性的拉链设计，它整个打开来的时候是这么大。你只要塞得进来这个空间的衣物，全部都可以压缩起来。就是拉上第一层拉链之后，再把中间这层拉上，整包就会被压扁压缩。原本这么大坨的衣服压完之后，就只会占行李箱的一个小角落。压缩袋有2个大小，这个是大的，里面塞了3件外套。然后压缩袋后面还有穿过行李箱的设计，如果你想要把它挂在行李箱上面，拉着就可以走，不用多拿一个袋子在手上。再来是这个洗衣收纳袋，在旅途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移动式的抽屉，因为它旁边可以把它扣起来，所以它是一个3D 非常立体的长方形。把上面的拉链打开，就可以很轻易的取得里面所有的衣物。也因为它的材质本来就是用厚的槽状洗衣袋，因为材质够厚，对衣服的保护力很好，连针织衫、毛衣这种比较怕变形的衣服都可以在这里面洗。所以回国之后可以整袋脏衣服直接丢洗衣机洗。然后也因为有这个使用需求，所以这里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就是这边你可以把拉链头塞进去藏起来，这样就不会在洗衣机里面勾到其他衣服。也可以把它挂在这种门后面，变成是一个吊挂式的储藏空间，或者是你回到饭店的时候，就可以把脏衣服啊、袜子啊直接丢进来，这样子房间就不会一团乱。这2个收纳袋是我每次旅行都会使用的收纳帮手，在这边推荐给大家。那这次团购我帮大家争取到的组合是好好装旅行衣物洗衣收纳袋5件组，里面有衣物压缩收纳袋1大1小，然后还有洗衣收纳袋1大2小，颜色有2种可以选择。那除了洗衣收纳袋系列之外，他们也有新推出盥洗包跟化妆包，这2个新产品也会在我们的团购组合中。然后还有之前大家喜欢的厨具系列，也在这一波有新的优惠。那我会把优惠资讯跟团购表单都放在影片的更多资讯栏。这次秘鲁行李收纳袋真的是救了我一命。这2包原本都是放在我行李箱里面的，但是因为我这次在秘鲁实在是买了太多东西，全部都是跟 alpaca 相关的产品，这全部
都是新买的，所以就导致本来这个空间完全放不下。但是还好我有卡伊收纳袋，你看它大的后面有可以挂在行李杆后面的这一个设计，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子，这是我的登机箱。然后另外这个我就手提，还好有卡伊行李收纳袋，不然回不了家。Hello， GN。好，那我们先请 GN 带我们导览一下 Double Chicken Please。好，没问题。Let's go。现在有点荒谬的画面，就所有人在Hi guys， 所有人叠在这边，因为我们要拍导览。欢迎大家，现在来到 Double Chicken Please 的 Free Range。我们前面一开始这个空间主要是以轻松好玩为主，所以 menu 的设计有点像是台湾的 Pachinko， 有点像是台湾打弹珠一样，去打弹珠，然后来选择你想喝点什么东西。那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调酒，然后 constantly 会换这些 menu 去 rotate。前面的装潢部分，吧台区域在这边，那后面的 art 全部都是我最好朋友火鸡在台湾制作，然后送过来我们挂上去的。所以你看到的所有的视觉，不管是从艺术品一直到画，一直到 logo 也好，全部都是火鸡在台湾做的。然后我们以这些东西去营造这个空间。后面接下来我们这边是有一些站位的地方，到一些座位的地方。有，我上次周末来是坐在这边。但我上次没有进到里面，它里面是有另外一个空间吗？对，里面是另外一个空间，是另外一个概念。接下来这边是我们的 coupe。是一个鸡舍的感觉，我们叫鸡舍的 coupe。那里面的风格是比较多木质调。Back in the day， 其实70、80年代的时候很流行这个风格。当我们想创作这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就想要把这个东西带回来，不管是历史也好，不管是一种美感也好，是很舒服的。那在吧台的设计上面，我们用了这个粉红的灯光，颜色叫 Salmon Roll， 很有趣，鲑鱼卵的灯光的颜色。坐在这里面的时候，你觉得你被笼罩在一个空间里面，一个光线里面。那我今天进来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我要坐在 Free Range 还是 The Coupe？ 可以，你可以选择，但是看位置的分配。menu 是不一样的 menu， 后面的 menu 是喝的 menu 完全是像 liquid dinner 一样，是分前菜、主餐跟甜点，所有的酒都是从食物去做发想。其实两边都是，就是我们不太放酒瓶，所以就是希望你进到这整个空间来，不是看到一面酒墙，而是看到不管是艺术也好，就是像一个家的感觉。那我们在这个吧台去 host 你们。Double Chicken Please 什么时候成立的？2020年11月13号 ，in the middle of COVID， 真的耶！第二波的前一个礼拜、2个礼拜 ，OK。然后得奖是什么时候的事？从我们开幕的第2年出头开始得奖，就是慢慢累积不同的奖项。那这边总共如果坐满的话，能够坐几个人？后面的 coupe 大概是50到55个人，那前面大概是20到25个人，再加上几个站位。那这样子你们通常可以几轮 ？Depends on the day， 但通常大概3轮，周末大概4到5轮。OK， 对，每一天在开店前15分钟，我们会有一个很快的 brief meeting， 确保大家都知道今天发生些什么事。这位是 Taco， 是我们的 PR and Brand Manager。OK， 因为我们这集要探讨的是小费，所以我想要问说，这边的服务生，我刚刚看到很多团队有很多人，都是兼职吗？还是说有？我们这边就是都全职 full time， 全部 full time。对。OK， 这个是 norm 吗？在餐厅里面？其实不见得哎。对，那我们这边的 system 就是我们收 full time， 然后更多的 dedication 跟 devotion 在这个工作。那今天有几个服务生？我们今天在后面的 coupe 有2位，然后在前面 free range 有1位。OK， 那在这边所有服务生如果 serve 一个桌子，那一桌的小费就是他个人的奖金吗？其实是我们有一个 tip pool。对 ，OK， 你们是 pool system。pool system。OK， 所以你们是pool完之后再全部评分吗？再根据每个员工的 almost 级别，然后他们的有几个积分，然后再下去做百分比的评分这样子。那积分要怎么算？根据每一个员工他们的 capability 担任的职位的多寡，然后就会有不一样的percentage 这样子。OK。那你们在结账的时候会有一个，你知道有些餐厅会说 suggested tip， 然后是几趴之类的吗？有，也会有，我们也有那个选择。OK， 所以客人可以直接点选那个趴数。是。那有没有什么趴数是，如果服务生看到点这个趴数会翻白眼或者是生气的吗？翻白眼倒是不会啦，可是可能会有一些客人可能甚至是没有给小费的 ，OK， 他们不是很懂这个 system， OK， 对，那我们可能就会去跟客人做协调，就是问一下我们今天的服务还好吗？所以要到完全不给小费才会觉得是好像有异常。可以这样说。 OK， 所以他不管给，如果他给了3%、5%、10%，
out of your like suggested range， 对，就这个都不会是说哦你要去特别关心，或者是觉得会通常生气。目前都是0的话，我们一定会去做一些协调跟关心，就是看说是不是发生什么问题这样子。对对对。OK， 那我想要问，在 DCP 创店以来，你有印象最 generous 的 tip 是给多少钱吗？我自己有经过，就是点2杯酒，然后放了$150，给的小费是多于他的餐费。 Yes， 那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他本身也是这个产业的人，哦，对对，然后觉得很 appreciate 我们做的产品啊 ，hospitality 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还有2分钟就开店了，那先去准备一下。 OK， 没问题。1 minute，他们要开店了，好紧张的气氛哦。哦，好，客人开始进来了。好，那我趁这个时间来探索一下他们的菜单。我觉得他们的菜单真的做得很精致，我翻开来给你们看就知道了。他们居然有一个 pinball game 在里面，内建在菜单，而且它是真的可以玩的哦。你就可以这样子啊，玩下来之后，你可以决定你要点什么酒。所以这边是他们的调酒单，这个好像还可以把它抽出来哦。对，这个还可以抽出来。反面是喝酒游戏，所以就是你踩到什么数字，然后就会一起可能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边有他们的食物，几乎都是跟鸡肉相关的。然后我听说这边的盐酥鸡的汉堡很好吃。哇，里面几乎坐满了，才刚开门就客人这么多哎，而且今天下雨天哎，今天是雨天，你们真的是还蛮好的。好，那我待会想要等说，如果有一桌可能他结账的话，就第一桌结账的单，可以跟我分享吗？好，然后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美国小费的潜规则。如果你是 take out， 你没有服务生来到你这边点餐啊、收盘子、倒水的话，是可以不用付小费的。那些如果有 suggested tip 跳出来，你可以勇敢的点 no tip。但如果现在是午餐，在2026大概会需要有个15%到20%的小费。如果是晚餐的话，可能就是20%起跳。那当然这个也要看那个餐厅它的高级程度。有一些餐厅，它如果你是一个 big group， 你一来就是10个人以上的话，它就会先收你一个20%的 automatic gratuity 自动小费。但是我自己不太确定的是，计程车到底要不要给小费？像我这次有做到一个纽约的小黄，他在结束的时候就跟我说，请给我一个很好的小费。但是在纽约搭 Uber 当然会有那个小费的选项，不过我好像不会给，就我不太确定，就是纽约搭船头小黄跟 Uber 或是 Lyft 这一种，他给小费的规则是不是不一样？如果有观众知道的话，欢迎在留言区补充。那边好像有一桌要结账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账单是多少。这是今天的第一个结账单，我们来看一下，他点了蛮多东西的耶，是3个都是酒。什么 Japanese cold noodle, mango sticky rice。哦，这3个是酒的名字啊。OK， 好，这样子 subtotal 是98块美金，然后他的 tip 是给了19.6，所以应该是税前吧，所以应该刚好20%吗？差不多。对，因为刚好20%，对，20%算是正常范围。正常。OK。好，那最后呢，我们会来到 GN 在 Double Chicken Please 隔壁的办公室，就是深入的访谈。然后首先我要先非常感谢 GN 愿意接受我这个访谈，因为我其实想要拍这支影片很久了，但是没有餐厅方愿意跟我聊这件事情。它 it's a touchy subject， 大家会怕说啊，我聊这个我是不是会被骂？我希望你不要被骂，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就是非常感谢你，就是可以透过餐厅经营方来跟我们聊这件事情，可以让台湾人更理解这个文化。我今天发现你们是全部全职，然后刚刚所有的伙伴的小费是用 pool system。我刚刚自己在那边想的时候，我就有想通一点，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服务生他会很生气，源自于说，如果今天他大部分的薪水，假设说他是 part time， 然后他领的是 minimum wage，他大部分的收入真的就是依靠大家的那个小费的话，那代表说，如果你没有给到位，会影响我的生计，所以我才会生气，所以才会发生那种。比如说他只有 tip like 5%， 或者是 no tip，服务生会追出去跟他说，你 like you didn't tip enough。我觉得这种状况好像比较会发生在可能 part time， 然后加上是个人小费制，都会。我一开始来美国工作，我第一个工作的
地方，那时候只要有人小费给不够，我就是要去追的，我就是要冲出去追，然后跟他们聊，然后可不可以一个小费，就是用各种方法去解释，因为不一定所有的人都理解这个文化。你说我认不认同这个文化，我也没有100%认同，但是在这边打拼或者在这边就是想要留下来，想要活下来，小费的确是一个最大的收入来源。我也是这样养大我自己的。那你身为现在是 employer， 你是怎么看小费文化这件事情？最大的 stereotype 就是客人会觉得，尤其是不是在小费文化长大的客人，他们会觉得在美国开餐厅、开服务业，相对来说人工的成本应该比较低，因为小费是来自于客人给予你的钱嘛。其实这是一个 stereotype， 其实并不然。其实在这边大部分人都可以跟你讲，我们的labor cost 还是其实跟全世界你就算是各地的餐厅其实不会差太多，一样是很高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领小费。比如说后场的人，有些人不能领小费，因为他们没有 serve 客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制度。比如说你是一个寿司师傅，你在客人面前做寿司，你把这个寿司递给这个客人，这个客人吃了这个东西之后，你是可以合法拿小费的。但如果你今天把这个寿司师傅移去厨房里面，就不行拿了。你把这个寿司做好放在桌上，然后你的服务生把这个端去给客人，这个寿司师傅不成立于拿小费，因为他没有直接serve 客人，所以其实这个制度有很多的漏洞。坦白说，所以 server 他还是用时薪算吗？你有领时薪，只是你时薪会低一点。在这边的最低薪资有分，你是领小费的还是你没领小费的？哦，还有这样分？对，有领小费的时薪目前应该是11.75块还是12块1个小时，没有领小费的就会比较高，有的州是18、19、20、21、22，就是后场的。对。所以它这个有相关的法律，我不知道居然有一个法律是在讲这件事情。对，然后每一州又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并不是美国所有州都一致，所以还是会有点不一样。那我也只比较了解纽约的方法，这样就会造成很多不平均。比如说 backup house 人因为没有小费，所以他的薪水需要给更高。那我可以问一个新进的服务生，他的月薪，因为你们都是全职嘛，所以就是全职的 position，那他的月薪大概会落在美国定义是40个小时，那在 DCP 工作的所有人基本上都落在45到50个小时左右。但是其实，在餐厅、酒吧工作，大部分员工，就算你是全职工作时数，但你在身份来说，你还是 part time，你领的不是月薪啊。真正的全职的定义是你领的是年薪嘛，月薪年薪，而不是领周薪的小费。你的薪水不应该是有这么多 fluctuation。对啊，收全职是说我们一定只收你要做到40到50个小时。懂。但是你在你的福利上面跟你所领钱的一个算法上面，你还是像是 part time 的员工在算，因为在美国做服务业是很难有 benefit，比如说 health insurance， 比如说401k 是跟你的退休金有关等等这些东西，在服务业里面是很少见，基本上没有，很需要被改变的地方。我们就是一直想要改变这个地方，但是其实是很困难的。医疗保险普通的 plan 就要700到900块美金一个人，然后通常是公司付一半，你付一半，但是这样还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这是我们自己想要这么做，而不是这个行业这么做。这个行业并没有这么做，大部分人是没有保险，所以这是 DCP 额外为员工做的事情。对，这是我们想要付出。我们觉得从台湾长大、台湾工作到这边来，一直觉得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其实你这样做，不见得你所有员工都会去做。大家都还年轻，就觉得我不会生病，我不会干嘛，所以大家都还是会想把那个钱你就直接钱领，我要实领钱这样。所以这是有很多拉扯的。那这样子的话，在 DCP 工作，他的底薪跟他从小费拿到的钱，他的比例会是多少？新进的员工，我觉得如果你在一个平均的 season， 不是最 low season， 也不是最 high season， 一个晚上，我觉得小费加上你的本薪应该大概有300块美金或300美金出头，大概1比2，你的时薪大概是占30%，你的小费大概占70%左右。但是这里面的钱还有20%到30%的部分是要缴税的，所以其实你 almost 可以看成你的时薪都是拿去缴税，然后你的小费可能是你可以留在你的 pocket 里。难怪服务生会这么在意小费，因为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就等于是小费就是他们所有的收入了，基本上缴费完之后，对，小费等于是 hourly pay 的1倍。
如果他有正常拿的话。对，这是最刚开始，但是你后面你如果比较可以做更多职位，一直涨上去的话，那你的小费就是会一直涨上去。你可能 hourly pay 不会涨得那么快，你的小费有一个涨的集聚会比较大，所以当你小费一涨，你可能最后变成1:3、1:4，就是你的本薪跟你的小费会一直拉开。在纽约其实不是很困难找员工，如果你的店是忙的，大家就马上知道我赚得到钱。相对，如果今天生意稍微一不好，大家分的钱一旦一少了，很多人就会开始寻找另外的出路，这是很明显的，应该可以说很直接。大家有时候求职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而且钱是可以直接从生意中看出来，所以这些都有关联。我觉得今天听到让我最震惊的就是，居然这个小费文化是深根蒂固到法律上面就已经有一点 discrimination， 是说你是领小费的，你的基本时薪就是低。对，然后你这个职位你没有要领小费，好，那你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时薪。因为我觉得台湾人或是观光客一定都会抱怨小费文化，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理解说为什么 like you're just doing your job，我还要再额外多付钱，然后他还要可能越来越高那个趴数，所以都没有人想说要可能怎么样从比如说法律层面或者是整个文化层面去改变吗？有，其实我记得有曾经经历过几年的时间，很多大餐厅、大厨房或是比较大的连锁企业，他们有想要改变这件事情。就记得有几年大家把小费制度削弱，他们就直接把这个钱加回你的，比如说食材或者食物等等的费用里面，就打散进去所有东西，或者他们直接跟你说，我就是直接收你多少% 的服务费。OK， 其实你在台湾也常常会看到一个服务费，就10%或是什么。对，所以他们是用这样的方法去让你不会用额外再加上小费或是算这些东西，但是理论上其实是类似的嘛，因为他还是拿你的小费，只是就不是一个波动的金额，并不是没有成功，而是过了几年之后还是换了回来，大家还是比较习惯小费制度，大家还是比较愿意在这样的地方去上班 for some reason， 对啊，所以他曾经经过一阵改变，但最后还是换了回来，甚至有些店因为没有办法做成这个系统，最后就关门了。对啊，你可以算说它是一个隐形的 cost， 但是你就想，你回到很多世界各地的地方，它虽然不收你小费，但它还是收你很多不同的费用，让你去付掉它。台湾的服务费，或是你去日本进去一间比较银座的酒吧，它就有一个 cost 在那边，就算人头的，你一个人一个位置就是要多少钱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变相的在从消费者这边拿到钱。对，不一定它是一个小费的名义，但是还是要收到这些钱。我觉得在这边比较容易被大家注意到，是因为你必须去做这个计算的动作，所以就一直 remind 你说，哦，你多付了这个钱这样。如果你不是很满意今天的服务，你会在那边斤斤计较说，我到底应该给多少才 make sense？ 真的，我可以 no tip 吗？还是说我给个10%？但如果说今天有一个服务真的超级糟，我还要再给他10%吗？还是说我可以 no tip？ 你可以就不给 tip， 然后如果他们问你，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们，直接告诉他们我并不满意今天的服务，因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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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如果你讲得出来，通常大家都会觉得 that makes sense。只要你讲得出，你不能说哦我就是不想给，那当然大家会觉得那你不要再来这家店。但通常在一个合理的情况下，你是可以去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不给小费。我觉得小费文化还有另外一个我自己会可能有一点疙瘩的地方是，当我看到一个 server 来，然后呢跟我讲说啊，就是服务然后很热情什么的，我就觉得说啊，你是不是因为要赚小费，所以你才这么热情的招待我？刚刚我们的互动是不是有一点虚假，或者是有一点就是你的目的性很强？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对于小费的疙瘩可能还有这一块。我觉得有一点点，坦白说，美国或者在纽约，服务业某种程度有点像是 entertainment business，尤其是调酒师。你在吧台后面，你的一举一动，它其实是一个表演。你跟客人的互动是一个表演，你怎么样跟客人互动，客人觉得开心，给你的小费那些东西，其实某种程度的确像，因为像等价的交换。我的表演你买不买单，喜不喜欢？我的服务你喜不喜欢？很多人可能会为了这些小费去做更多额外的付出，都有可能。但是 overall，我觉得你如果是在纽约生活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传统跟习惯跟文化了。所以其实这么直接的要小费的习惯，或是这么直接的去把你的服务转嫁，比如说你刚刚说的，大 Uber 最后他跟你说记得留给我 tip，
通常比较不会发生在本地人身上，因为大家的习惯，这就是一个约定成熟的习惯。但是当大家遇到观光客，或是遇到不一定完全了解这个时候，可能会多说几句，提醒你说这边有这个文化，或者但是 in the end of the day, it still depends on you。各行各业都有一些潜规则吧。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但今天这样聊完之后，让我更觉得 this is how the world goes around。所以在 DCP 我们很积极的要把我们的员工，因为很多元，全世界跟员工都有，我们都很积极的要带他们出去看，带他们去回亚洲去看，去日本、去台湾。我们不收小费，但是我们的服务是做到很满的。这就是我们觉得什么叫 professional，而不是建立在这个等价交换的金钱上面。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在这边长大的人，或者工作很久，他们会忘记这一点，会觉得有些东西是理所当然，就应该要这样交换，但不见得。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服务业，这也是我们一直很想要带给团队的一个观念吧。而且你们刚刚开会开到最后，还会一起喊 "Have a good service"， 我觉得很酷，就是一个精神吧，一个今天要开始了，我们先把今天要做的事情讨论好，然后一起开始的一个感觉。要经营一个这么成功的餐酒馆，我觉得。团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感谢 GN 的时间，谢谢。希望大家听这些讨论，对于美国的或是纽约的小费文化有更深的理解，来的时候也比较不会那么的困惑，为什么这些东西存在。GN，我觉得你今天讲得不错，谢谢，应该是不会被谢谢阿弟的肯定，应该是不会被骂，没关系，骂我。没有，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留言区理性讨论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小费特辑，希望大家在看完影片之后，能够更加的了解美国小费文化的来由，然后今天也可以以一个餐厅经营者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再次感谢 GN 跟 Double Chicken Please 愿意跟我们拍摄，也希望看这支影片的观众们可以得到新的观点。那我在纽约的时间也差不多结束了，我们接下来会带大家去秘鲁，在那边也会拍非常多的影片给大家看。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